第226章价值9000镑的左轮。丧钟，每开一枪都是为敌人敲响的丧钟，这个名字我喜欢。克莱恩控制住面部表情，不见期待和激动的靠拢过去，伸手接过了那把枪管稍长的铁黑色左轮。他原本很担心自己表现出非常想要的意愿会被对方临时提价，这是买卖之中常见的事情。可想了想，格尔曼斯帕罗已是名声在外，又有安德森这个迷雾海罪强烈人作证。奥克法康纳克里斯虽然曾经可能是序列5的强者，但已退出冒险家圈子，只想过安稳的生活，肯定不敢得罪自己，害怕疯狂冒险家当面不发作，回头就趁夜摸进了庄园。所以他努力保持平淡的态度，变成了纯粹的维持人设需要。见格尔曼斯帕罗在认真审视和研究丧钟，奥克法详细的介绍道，他的能力其实很单一，就是收割别人的生命。这一共有3种方式，一是弱点攻击，无需开启条件，直接灌注灵性，扣动扳机就能使用。它能让你从神秘学角度发现目标的弱点，也就是防御薄弱的地方，并提供相应的精准，从而造成超越正常的可怕伤害。二是致命攻击，你必须在射击前搬动一下击锤才能使用，它的特点是让你不管打在目标哪个位置，都等同于弱点攻击，而如果确实命中了真正的弱点，那么对防御不是太强的敌人可以做到一枪致命，对擅长防御的目标3枪内能够解决，这包括守护者，当然前提是3次命中的间隔不能太长，最好不超过5秒。三是屠杀，在弱点攻击的基础额外提供超过1倍的灵性，这能让正常的子弹产生霰弹效果，同时攻击枪口瞄准方向的大量敌人，属于范围杀伤。要想增强伤害程度，则在致命攻击的基础上额外提供超过2倍的灵性，这对使用者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它还能与不同特性的子弹配合，针对不同类型的敌人，听起来对应猎人途径的序列5收割者啊。克莱恩瞄了眼旁边的安德森，若有所思地问道，如果目标是肉体强度达到序列4的巨龙，致命攻击要多少枪才能击杀它？奥克法愣了1秒，有些呆滞地摇了摇头，我没遇到过巨龙，更别说肉体程度达到半神级的巨龙。格尔曼斯帕罗难道想拿这把枪去屠龙？还是半神级的巨龙？这会不会太疯狂了一点？奥克法忽然觉得现在的冒险家和自己活跃纳会的完全不一样，简直不考虑会不会死的问题。安德森咳了2声，清了下喉咙道，这得看运气，真的，相信我，运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遇上的是已经被别人打到濒死的巨龙，那一枪就能解决，如果不是，我的建议是赶紧逃跑。活着更重要。当然，要是半神级巨龙不做防御，站着让你打，那5枪左右的致命攻击应该就能击杀他。奥克法看了看安德森，又看了看格尔曼斯帕罗，决定不继续这个话题。他转而说道，安德森告诉过你丧钟的负面影响了吧？每次使用后，你会获得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弱点，或者加强已经存在的弱点，让它变得更加极端。这种效果将维持6个小时。有一次，我变得非常怕猫，以至于刚猎杀完知名海盗的我，在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猫面前，双腿发软，跪倒在地，大声呼救，痛哭求饶。只是携带的话，问题不大，仅仅容易口渴，多喝水，多去盥洗室就能解决。总感觉多一个弱点的负面影响会弄出很多意外来，不过相对来说，也算是可以承受的事情。克莱恩斟酌了下道，开价9000镑，安德森应该提过了。这是我的底价。奥克法看着格尔曼斯帕罗手里的丧钟左轮道，这已经足够便宜，如果不是我担心认识更多的非凡者会对我现在的生活造成不好影响，积极的推销它，那12000镑是绝对能卖到的。确实，这种层次的神奇物品，只要负面效果不太严重，遇到合适的买家，很可能卖出天价。正常来说，10000到12000镑是合理的。克莱恩虽然有心再还个价，但对方给的价格低到他都有些不好意思再占便宜了，遂嗯了一声道，我试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成交。他当然不是要真的是枪，这会让他凭空多上一个弱点。他的方法是用灵性探索结合占卜测谎的手段来检查，做得相当坦然，一点也没有在意奥克法和安德森的目光。等等再到灰雾之上做个确认。不过奥克法应该不敢骗我，他肯定很害怕疯狂冒险家事后的报复，毕竟他已经回归安稳平静的生活，有妻子有孩子。克莱恩将丧
钟放到桌上，提起行李箱，从里面取出了玉仙丛灰雾之上带到现实世界散位的9000磅巨款奥克法接过这些钱，快速点数了下，初步确认了真假和总额。不愧是最近最出名的冒险家，能一次拿出9000磅现金的人并不多见，哪怕一些富豪也没这么多流动资金。他一叠叠收起钞票，由衷感慨道：“我之前还花5000磅买了把钥匙。”克莱恩看着那9000磅钞票进入奥克法的抽屉，心里突然一阵空虚。我在海上折腾了这么久，攒了这么多钱，结果短时间内就没了。现在只剩下2683磅钞票加6枚金币，连个稍微好点的庄园都买不起。克莱恩莫名唏嘘，从腋下枪袋内取出那把普通左轮，将里面子弹取出，一枚枚塞进了桑中。安德森旁观了交易全过程，啧啧说道：“奥克法，你变了，你以前会一张一张查看钞票真伪的。如果你嫌麻烦，我可以帮忙。”“完全没问题，但我担心格尔曼会给你一枪。”奥克法显然很了解最强猎人的挑衅天赋，一张张点数钞票对着光芒验证真伪，动作缓慢，姿态欠揍，是他能想象得到的画面。说得很对，克莱恩无声赞同了一句，将铁黑色的长管左轮放入了腋下枪袋，原本那把则被他丢入了行李箱内。感谢你的慷慨，让我不用再烦恼这件事情。奥克法笑着指了指门口，我让我的男仆送你们离开。安德森张了张嘴，嘿了一声：“奥克法，你都不留我们共进晚餐？等你结婚有了孩子，我请你去最豪华的餐厅共享美食。”奥克法一点也不在意同伴指控的笑道。出了庄园，安德森眯眼抬头看了看快要下落的太阳，轻笑了一声道：“我认识奥克法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善于在船上种植奇怪植物改善大家生活的医师，我以为他会很早就在冒险中死去，没想到他运气一直不错，后来甚至成为了德鲁伊。为什么你感慨的话语也那么欠揍？”克莱恩故意说道：“确实不错，作为你的同伴，存活下来需要足够的运气。”安德森略感诧异的侧头审视了格尔曼斯帕罗，急眼道：“你也会嘲讽人了？这是被我感染了吗？”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理了下衣物，摘掉帽子，含笑说道：“好了，你需要的神奇物品到手了，如果没其他事情，我也该踏上自己的旅途了。不要忘记那位半神的任务。”克莱恩只用了一句话，就成功的让安德森的表情变得苦涩。我心里已经有一种冲动，让我尽快去完成那件事情。好了，不用说再见。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再见。安德森自嘲一笑，摇了摇拿着帽子的手，转入了通往拜亚姆的另一条道路。平静目送这位最强猎人远去，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提着自己的行李箱，在晚霞的火红里，在很有特点的棕榈般树木掩映下，沿原本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拜亚姆。拜亚姆城内，找了个普通旅馆住下的克莱恩开始考虑接下来该做什么。终于有空闲了，可以尝试扮演密偶大师，并提炼相应的守则了。这对我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密偶大师，重点应该在密偶之上，我还没有真正制作过傀儡，操纵它战斗，先从这方面入手。这件事情得在回贝克兰德前完成，那里不仅非凡者都躲躲藏藏，难以遇到，而且不管做什么都有可能惹出教会，惹出哪位大人物，必须足够的谨慎和小心。不是挑选和制作傀儡的好地方，还是海上好，等下就去酒吧转转，找一个罪行足够被绞死的海盗来试验试验。有了想法，克莱恩立刻起身离开房间，就像拿着存单去银行取钱一样，直奔附近的海藻酒吧，这里经常有知名海盗出没。很快他来到了酒吧门口，整理了下衣物，推开了沉重的木门。一道道目光下意识扫过他的脸庞，先是没什么异常的自然移开，接着有人低喊了一声：“格尔曼斯帕罗！”唰的一下，酒吧内多条身影迅捷的跑向了后门。克莱恩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这里就冷清了不少。第227章爱尔兰的提醒。看着安静到能听见部分人呼吸声的酒吧，克莱恩愣了2秒，才迈步进入，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直接走向了吧台。下次过来得换个样子了，他懊恼的在心里想到，只差伸手掩面。之前奥克法不知道格尔曼斯帕罗已经成功狩猎屠杀者吉尔西艾斯之事，让克莱恩以为自己最新的情况还没有传到慷慨之城，因此放心大胆的就来到了海藻酒吧。谁知问题出在奥克法远离冒险家圈子，消息较为滞后，
疯狂冒险家的凶名其实已经在罗斯德群岛附近的海盗之中传开。无声叹了口气，克莱恩坐到吧台前，屈指敲了敲木板道：“一杯南威尔啤酒。”6便士酒保艰难地吞了口唾液。克莱恩拿出几枚铜便士放在面前，表情没什么变化的问道：“最近有什么情况？”酒保收下便士，小心翼翼将啤酒送到格尔曼斯帕罗面前，然后才挤出笑容道：“艾米留斯利维特上将被调回了贝克兰德，罗伯特戴维斯上将接替他的位置，成为了王国在这片海域的海军最高统帅。整个群岛的局势都有点紧张，不少海盗团都派人来打听消息。艾米留斯上将最终还是被他弟弟牵扯，丢掉了现在的职务啊。不过只要他没有直接参与，以半神的身份，不会有更差的情况发生了。至少上将的待遇可以保住，家族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等事情平息，说不定还有机会继续担任海军的高层。”克莱恩咕噜喝了口啤酒，随口问道：“罗伯特戴维斯是哪个家族的？”“不，他并非贵族出身，他是少有的从底层军官一步步走到上将位置的人。在狂暴海，在苏尼亚岛，在东拜朗，获得了数不清的功勋。”酒保回忆着最近报纸上对罗伯特戴维斯上将的赞颂，顿了顿道：“不过我听说他有受到多位贵族的资助。在当前的皇家海军，出身王室、贵族或与王室、贵族有密切联系的将军，至少占80%，剩余那20%也基本集中在准将和少将这个层次。”克莱恩早就从艾米留斯利维特那里的文件知晓这种状况。相比起来，陆军就要好很多。见格尔曼斯帕罗没再提问，状似专心的喝酒，酒保转而说道：“这2-3个月里，反抗军很活跃，一直在尝试破坏铁路或阻断公路，让总督府非常头疼，不得不大量的派出军队保护交通。可反抗军又很少与他们正面冲突，这我知道，都是按照我计划来的。在一个土著和混血儿的人口比例高达80%的地方，反抗军要想得到准确的情报，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加上外部的资助，短时间内存活下去问题不大。他们之所以过去处境危险，全是因为卡维图瓦这条海蛇没什么理智，总是让他们进攻城市，占据要点，与鲁恩王国的海军和陆军正面战斗。”克莱恩咕哝了几句，心情不错的又喝了口啤酒。他还有告诫反抗军，让他们不要太过活跃，如果将总督府逼到非常难堪的境地，鲁恩王国很可能会派遣善于追踪寻找的序列物，甚至半神级非凡者来辅助。以反抗军的实力根本没可能对抗。克莱恩以海神名义给他们的指示是维持并小幅度改善现状，等待世界局势发生变化，这不会太遥远。根据正义小姐反馈的各种情况，倒调人有做出肯定的判断，那就是只要鲁恩王国完成内部的官僚系统改革，让原本的和新增的铁甲舰队形成战力，一场针对南大陆殖民地的战争不可避免。安静喝酒，听完酒保的讲述，克莱恩戴上帽子，起身离开吧台，一路返回居住的旅馆。沿途他又看见了肤色古铜、头发微卷的小孩，看见了宗家克阔脚裤打扮的土著居民。这些人或惶恐避让，不敢抬头，或缩到旁边，用复杂的眼神注视克莱恩。克莱恩无奈的勾了勾嘴角，沉默着回到了旅馆房间。他没有立刻变化模样，再去各个酒吧寻找海盗，因为那些家伙今晚肯定都会躲藏起来，不会再出现。就在克莱恩打算去格罗塞尔游记里探索一下时，他的房门突然被咚咚咚敲响。没有询问，只是握住把手，他的脑海内就自然浮现出了来访者的样子。中年男性，穿暗红外套和白色长裤，戴着船形帽，眼角、额头、嘴边都有明显皱纹，正是白玛瑙号的船长，军方人员，公正的爱尔兰。很厉害啊，我出现在拜亚姆的消息刚有传开，就查到了我住在哪家旅馆哪个房间，当然也是因为我没有掩饰，直接用身份证明文件登记的。克莱恩拧动把手，后拉房门，礼貌开口道：“晚上好，晚上好，很高兴你又回到了拜亚姆。”爱尔兰摘掉帽子，一点也不拘束的进了房间。有什么事情吗？克莱恩拉过椅子坐了下去。爱尔兰随即坐到对面，轻笑了一声：“拜访朋友不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吗？”真会说话啊，可惜安德森已经离开，否则得让他来学习学习。克莱恩莫名感触道。他保持着一贯的姿态，看着爱尔兰的眼睛道：“好了，你已经拜访过了。”爱尔兰似乎已预料到这样的回答，笑笑道：“还记得唐娜吗？”“当然，
他和他的弟弟都很可爱，不知道有没有从被我恐吓的阴影里走出来，从此丢掉对神秘世界的好奇心。克莱恩平静回应道：我没有健忘症，忘记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有利于我们心灵的健康。呵呵，这句话不是罗塞尔大帝说的。爱尔兰简单解释道：你不是告诉唐娜的父亲，如果需要帮忙，就在苏尼亚早报上连续3天刊登求购达米尔特制腌肉的广告吗？他这段时间这么做了，可惜你不在拜亚姆，不在附近海域。然后呢？克莱恩见爱尔兰姿态轻松，直觉的相信唐纳一家并没有遭遇太严重的事情。爱尔兰呵呵笑道：我当时有听到你们的交谈，发现广告后就按照地址过去拜访了他们一家。你知道的，唐娜是个可爱的小姑娘，总是让我想起我的女儿。事情并不复杂，沃尔迪，也就是唐娜的父亲，有批价值很高的货物被风船长劫走，这让他的经济状况变得很不好。虽然不至于就此破产，但生活肯定会艰难很多。所以想委托你把货物拿回来。我知道你那个时候不在拜亚姆，只好通过自己的渠道，让沃尔迪以不算太大的代价拿回了货物。风船长。克莱恩先是觉得这个绰号耳熟，旋即就想起了在哪里听过。据红发的伊莲讲，疾病中将特雷茜帮魔女教派运送的奴隶都交给了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后者似乎与鲁汶王国的很多奴隶商人、人口贩子有密切联系，而这牵扯到殖民地人口失踪案件或被克兰德大雾霾背后隐藏的真相。我一直都想追查这件事情，当初袭击特雷茜就有一半的目的在这上面，可惜没能成功。后来又忙于扮演消化和寻找美人鱼，暂时放弃了调查。克莱恩念头急转，表面不动声色地问道：风船长现在在哪里？沃尔迪已经拿回货物了。爱尔兰嘶了一声，强调事情已经解决。克莱恩看着他，重复道：康纳斯维克托现在在哪里？爱尔兰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不过他有手下还在拜亚姆打听消息。你知道的，艾米留斯上将回贝克兰德了，戴维斯上将来了，很多事情都会有变化，海盗们也需要掌握最新的情况。所以我猜测康纳斯的船应该就在附近哪个岛屿的阴影里停着，但这只能是猜测，完全无法确认。克莱恩双手交握的安静听完道：谢谢。爱尔兰吐了口气，看了眼窗外，表情迅速变得严肃。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表现得太突出，上面开始重点关注你了。一位可以轻松击杀吉尔西艾斯的强者不会被忽视，你最好不要再用这个身份登记住宿，否则很可能会有一些难以应对的麻烦。克莱恩认真点头道：好的。他心里很感激爱尔兰船长的提醒，但却没有表现出来。等到爱尔兰船长离去，克莱恩立刻就变化样子，改换了旅馆，确保自身行踪没被军方锁定。做完这一切，他开始思考寻找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的事情。对其他人来说，这非常困难，但克莱恩有取巧的办法，那就是利用海神权杖沟通附近海域的海底生物。只要康纳斯维克托在罗斯德群岛海域，那就瞒不过克莱恩的眼睛。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寻找。第228章方案。进入灰雾之上，克莱恩伸手从杂物堆里招出海神权杖，浏览起这件封印物周围缭绕的无数光点，这每一个光点都对应一位信徒的祈祷，辉芒流转，神圣空灵。很快，克莱恩用意念进行了初步的筛选，目标集中在源于海上而非岛内的部分。他将海神权杖隔绝于灰雾之上后，已无法直接利用这件神器感应周围海洋。做出有效操作，必须借助信徒的祈祷画面，才能以此为基点，向四周拓展5海里，影响相应的海底生物。克莱恩灵性蔓延，触碰向其中一个光点，看见了傍晚时分，一艘渔船回港前，上面吐出的日常祈祷。随着克莱恩意念的变化，这画面的视角飞快拔高，周围层云累积，海浪起伏的晦暗场景被纳入的越来越多。几个小时前就有暴风雨在酝酿的征兆了，也是之前出去的时候就感觉环境挺压抑的，所以爱尔兰才说风船长康纳斯的船应该正停在附近哪个岛屿的阴影里。这是要躲避风暴啊！克莱恩手指轻敲斑驳长桌的边缘，无声自语道。有了这样的推断，他接下来的寻人工作将轻松很多，因为不需要搜查广袤无垠的大海，只用注意这片海域不同岛屿的附近。念头一动，克莱恩手中的海神权杖顶端，一颗青蓝色的宝石豁然亮起。已经没有了渔船的那片海洋上，
绯红月光照耀下的深蓝近黑波浪正幅度不小的起伏着。忽然，水花无声上涌，海面隐约出现了一对望着天空的夸张眼睛，眼睛之下是庞大的阴影轮廓。与此同时，一条条海鱼浮到了水面附近，种类各不相同，它们承接了凭空洒落的蒙蒙光辉，转了一圈，又各自沉下，向着不同的地方进发。10来秒后，5海里范围内的水域恢复了之前的状态，深蓝近黑的波浪一次高过一次，等待着最后的爆发。呼，这样消耗有点大啊！克莱恩抬起左手，揉了揉额角。他刚才不是简单的驱使海洋生物，有赋予他们一定的超凡灵性，让他们发现停在岛屿附近的船之后，能将看到的画面以祈祷的方式传递回来。这对海神权杖来说，并非什么太困难太复杂的事情，但对操纵者克莱恩而言，负担极大，消耗不小。然后，克莱恩挑选了群岛不同岛屿周围的祈祷者，用同样的方式向相应区域的海洋生物下达了命令。做完这一切，他顾不得将海神权杖扔回杂物堆，直接返回现实世界，脱掉外套，倒在了床上。灵性消耗到极点的他，本以为自己会昏睡过去，谁知脑袋空虚疼痛让他睁不开眼睛，又进不了梦境。克莱恩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就像过敏一样，长出了颗颗凸起，而隐藏在他们下面的肉芽更是数之不清。果然，正如倒吊人先生说的那样，如果连续2天让自己的灵性处于干涸状态，就肯定会产生幻听，出现失控的征兆。我只是一次极限，还没维持多久，身体都有点异常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刚晋升没多久，还没怎么消化，且有服食多余的前面序列魔药。克莱恩一点点找回思绪，尝试着冥想层叠的光球，以此平复身惑灵的疲惫。状态稍有缓解后，他终于沉沉睡去，一觉就到了半夜。这个时候，外面风声激烈，大雨如注，酝酿许久的风暴终于降临。而这在拜亚姆并不是太少见的事情。除了这些，夜晚相当安宁。克莱恩去盥洗室解决了下个人卫生问题，洗了洗手，逆走4步，再次进入灰雾之上。他拿起就放在青铜长桌上手的海神权杖，开始浏览海洋生物们传回来的画面。这些场景里有一艘艘的船只，分别位于不同的港口、不同的码头以及不同的岛屿阴影里。克莱恩虽然没见过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但之前有了解过对方的特点，了解过他海盗团的各种标志，所以此时不怕无从分辨。一幅幅画面闪现，他耐心地审视起那些船只的细节。10几分钟后，他眸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欣喜，让其中一幅画面飞快放大，并拉近了视角。他找到了一丝目标的船只，那条船停泊于罗斯德群岛最远端的西米姆岛背风处，身后是高耸的石崖，下方是起伏不定的波浪。它的风帆和旗帜已经收起，但船舷两侧各有一个戴单眼眼罩的白色骷髅头图案，这正是风船长海盗团的标志。克莱恩随手解下左腕袖口内的灵摆，用占卜的方法进行起确认。答案让他欣喜，那确实是康纳斯维克托的船，而这位风船长只有这么一条船。难怪海上的大部分冒险家都知道风船长与王国的人口贩子、奴隶商人有联系，可风暴教会对殖民地人口失踪的调查却没有指向他。一个本身赏金只有3300镑，海盗团也只有一条船的家伙，怎么看都仅能做点小生意，承担不起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贸易。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克莱恩先是无声感叹了一句，接着开始考虑如何调查。他第一反应是直接召唤庞大的海底生物乘坐类似金船的东西，趁着暴风雨来临直奔西米姆岛，然后伪装潜入，依靠密偶大师的能力不造成太大动静的控制住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但仔细思考后觉得这个办法太过鲁莽，对付其他不是将军级的海盗这没问题，但既然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牵扯进了贝克兰德大雾霾这么可怕的事件，那就必须考虑到他平时表现出来的只是伪装，考虑到他其实另有身份，并且他的船上很可能藏着不小的秘密，所以有较大概率存在足以对付海盗将军的陷阱。如果贸然潜入，哪怕克莱恩已武装到牙齿，也未必能活着走出来。自己召唤自己，用灵体的形式拿着海神权杖过去，这倒是避免了意外。一有问题可以直接结束召唤返回，但是海神权杖本质是风暴途径高序列的非凡特性，只要出现在现实世界
就很可能与海王亚恩考特曼彼此吸引，这就会让事情无法进行下去。克莱恩看着画面内的暴风雨，心里初步有了个想法。在此之前，他又一次去献出纸笔，写下占卜语句，对付康纳斯维克托会很危险。拿起灵摆的银质链条，克莱恩收敛思绪，专注的开始了占卜。很快，他睁眼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旋转，速度飞快，幅度极大，这意味着对付康纳斯维克托会非常危险。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还好没莽撞的过去。克莱恩拿起海神权杖，决定执行自己刚才想好的方案，那就是趁着暴风雨遮掩，借助刚才的祈祷画面，直接用海神权杖隔空袭击康纳斯维克托的船只，打草惊蛇，逼出他的秘密。或抵达目的地前结束袭击。如果康纳斯维克托不幸落入海王手里，克莱恩不会失望，因为他调查清楚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的真相后，也得想办法将情报传递给三大教会。若风船长成功逃脱，克莱恩就会利用打草惊蛇窥探出的秘密，制定后续的袭击方案。呼，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望着在深黑波浪里摇摇晃晃的船只，举高了手里的海神权杖。权杖顶端，那环绕了一圈的青蓝色宝石相继迸发了明亮的光芒。第229章风暴来袭。西米姆岛背风之处，高耸的石壁下，幽深的海水被周围的波浪影响，同样做着幅度不小的起伏。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的单眼骷髅号上，几名海盗披上斗篷，拉起帽子，淋着打到身上让人隐隐发痛的雨水，迎着能推动小孩般的狂乱之风，走出船舱，四下检查，避免遭遇意外。他们的斗篷用亚麻制成，但表面涂抹有已经凝固的粘稠液体，雨水无法渗入，只能向下流动，落至甲板。那种液体是多宁斯曼树的树枝，产自南大陆的雨林内，是天然的避雨材料，因较为常见，价格原本非常低廉，但去年有研究小组怀疑它具备明显的促进发毛生长作用后，已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种天气就适合在红剧场内喝着烈酒，抽着大麻，搂着女人。一位海盗探头望了眼船舷之外，抱怨的说道。他的同伴附和的拉了拉斗篷帽子道：我听说红剧场最近来了批新货，真想去尝一尝啊，你怎么知道的？另一位海盗随口问道。刚才那个海盗嘿嘿笑道，我听头儿讲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船长做的是什么生意，所以头儿认识不少人口贩子，哈，他们喜欢自称奴隶商人。说到这个，我想起了那次最早说话的海盗露出回味的表情，送来的货物里面竟然有一个离家出走的贵族小姐，那皮肤，那身材，那模样，简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到今天还没法忘记，可惜他竟然自杀了。说话间，他们感觉眼前明亮了一些，下意识抬头望向半空，只见急促打落的暴雨里，反常的有银白电光在遮蔽着红月与星星的乌云里游走徘徊。豁然之间，一道照亮了周围海域的巨大闪电劈下，直奔单眼骷髅号的船舱上层。轰隆，电蛇开始乱窜，木质结构的船舱腾起火焰时，震耳欲聋的雷声才回荡于海盗耳中。紧接着，一道又一道张扬着爪牙的银白闪电密密麻麻落了下来，单眼骷髅号这体积不小的帆船一瞬间进入了雷霆的森林。就在这个时候，几乎快交织在一起的粗大闪电们忽然分开，违背自然规律的分开，没能命中单眼骷髅号，贴着它的四周击在了漆黑的水面，让附近的海洋一下被点亮，到处都能看见滋滋作响的细小电蛇。刚才甲板上的海盗有受到波及，一个已然焦黑，就像烧过的木头，两个倒了下去，浑身抽搐。果然有问题。灰雾之上的克莱恩透过画面，看到自身闪电风暴被化解的这一幕，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了一句。他肯定这是半神级的力量。如果他贸然潜入单眼骷髅号，哪怕有蠕动的饥饿，有桑中左轮，有格罗塞尔游记，也无法在这种诡异的力量下做出有效的反抗。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向自己祈祷，并到灰雾之上用海神权杖响应了。深深吸了口气，克莱恩让白骨权杖顶端的青蓝色宝石全部而飞，相继亮起。单眼骷髅号周围，暴风的声音忽然分成了两种，一半尖锐，仿佛能刺破耳膜，穿透大脑；一半低沉，似乎在敲打心脏，叩问灵体。
这给海盗们带来了极为不好受的体验，一个两个都有呕吐出鲜血的冲动，但这只是前奏，哗啦的水声一下剧烈，石壁对着的那个方向，深黑的海浪涌了起来，接近10米，这海浪就像一堵神灵制造的墙壁，被无形之手推动着，涌向了单眼骷髅号。这就是克莱恩制造的海啸，这已经能称为天灾了。哗啦的声音如同爆炸，船只内部的海盗们看着外面深黑的天空，乱卷的乌云和巨大的浪潮，仿佛来到了神话传说里的末日，全部丧失了自救的意志。可他们绝望等待最终审判的时候，海啸制造的巨浪内部出现了根本不符合逻辑和科学规律的混乱，一个无法形容的漩涡迅速成型，撕扯着整体，让恐怖的海浪因此以飞快的速度轰然坍塌。山峰崩解般的轰隆之声里，继发性的浪潮将单眼骷髅号高高抛了起来，丢向了半空，而之前巨浪瓦解产生的部分水花飞溅到船上，将桅杆拍断了一根，将船舱弄得破破烂烂，将甲板彻底淹没。呜！一道狂风突然激烈，自发裹卷了周围的同伴，化作超越本身极限的飓风，硬生生将半空的单眼骷髅号推往了外海方向。然后这艘船就那样乘着狂风在空中飞行，一次就冲出了好几海里，而且并未就此落至波浪起伏的水面，仿佛自身是飞空艇，继续平稳地前行着。克莱恩一边诧异于单眼骷髅号内那位半神或对应层次封印物破解海啸的办法，并叹息于自身序列不够，哪怕调动了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些许力量，也没能制造出卡维图瓦当初那种能毁灭港口的海啸。一边就要掌控飓风，让单眼骷髅号失去平一，直接下坠，免得他逃出自身能影响的5海里范围。他此时的目标不是要击毁单眼骷髅号，也不是想抓住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而是要逼船内那位半神或对应层次的封印物现身。这种位格的强者和物品，哪怕以整个世界来看，也是可以数清的，看见了他们的样子，迟早能知道他们是谁，属于哪个组织。而这就是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后续调查的方向。只希望不要是占卜家途径的，否则谁知道是不是他真正的脸。不过这也是好事，既能调查大雾霾惨案的真相，弄清楚因斯赞格威尔在做什么，为之后复仇做准备，也能顺便寻找鬼法师的魔药配方和主材料。克莱恩无声感叹之余，让海神权杖顶端的一颗宝石发出了纯粹的青色光芒。呜的一声，单眼骷髅号的飞行出现了变化，它像石头一样往下急坠，连滑翔都无法办到。突然它变得很轻很轻，落在海面的动作就像一根羽毛拂过了人类的脸庞。这个时候灵性已消耗极大的克莱恩正要鼓起余力再造海啸，忽地听见画面内传来一声爆炸般的巨响，那是可怕的音爆，而且它与正常的音爆不同，似乎还夹杂着风领域的呜咽声。这来自海王亚恩考特曼，虽然他和这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能掌控这片海域的他，可以在赶来的途中隔空施加影响。这就是序列3，接近天使位阶的圣者。恐怖的音爆一下将单眼骷髅号掀飞了出去，根本没问他是不是受害者，反正打海盗不会有错。而与此同时，克莱恩感觉到一股强大到可怕的精神在扫视周围，寻找每一个可能具备异常的地方，以至于自己眼前的场景都受到影响，变得模糊。克制住再来一击的冲动，克莱恩冷静而理智地结束了响应，关闭了对应的祈祷画面，然后随手就将海神权杖丢入了杂物堆。差的不只是一点啊，如果海王不出现，我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能逼出那位半神。还是自身序列较低啊，应用权杖总有些困难，负担很重。不过在海上，风暴途径真的好强，简直就是移动的天灾。刚才那位半神表现出来的能力有扭曲、混乱、借用、违背常规等要素，这很像黑皇帝途径的啊，别人或许没这个感觉，但我是有对应亵渎之牌的，这肯定不是只有序列5的混乱导师。一位堕落伯爵，军方有黑皇帝途径的一部分魔药配方，但似乎仅限于前面5个序列，没有序列4及以上的。克莱恩虽然没能逼出那位半神或对应层次的封印物，但也从对方的表现里把握到了一定的线索，怀疑王室某个派系除了与魔女教派因斯赞格威尔有合作，还秘密接洽了掌握着黑皇帝途径大部分序列的某个势力，所罗门或者特伦索斯特的后裔。五海之王纳斯特有没有卷入这件事情？克莱恩正在认真思考，
耳畔忽地响起层叠回荡的祈祷声，这一下打断了他的思路，让他本能蔓延灵性，触碰向座椅旁边的光圈，然后他看见了达尼兹。这位知名大海盗正闭着眼眸，虔诚地向愚者祷告。克莱恩有些呆滞地掏出怀表，按开反复看了几眼，确认现在就是半夜2、3点。脑袋有问题吧？大半夜的做什么祈祷？还不让人睡觉了？克莱恩好气又好笑的仔细再看，发现达尼兹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而外面隐约还有歌声在回荡。黄金梦想号的船员们又在举行篝火晚会，这次是庆祝格尔曼斯帕罗终于滚蛋了，竟然一直弄到半夜。克莱恩一下明白了达尼兹为什么现在才做祷告，他吸了口气，将意念蔓延入光圈，低沉开口道：颂我之名应在心中。海王亚恩考特曼飞抵了西米姆岛，寻找起刚才出现不正常海啸的地方，以及那艘不知道属于哪个海盗团的船只。他很确信那艘船内有一位半神，这位身材高大魁梧、头发深蓝粗壮的风暴教会枢机主。交代法者高级执事拳头一握，半空的乌云就随之裂了开来，绯红的月光洒向了海面，辨别了下繁星的位置。亚恩考特曼往着一个方向飞了过去，突然他的速度放缓了，因为前面的海上正飘荡着那艘有单眼骷髅标志的海盗船。这艘船无人控制，在风中随波流荡，上面多处燃着赤红的火焰，焦黑的尸体遍地都是，其中一根桅杆的中段绑着位头戴三角帽和黑色眼罩的中年男子，他独眼圆睁，满是惊恐，胸口被一根木棒深深插入，鲜血染红了一片，他的生命和灵体都已彻底消散。第230章忠心耿耿阿尔杰。黄金梦想号处于风暴之外，绯红的月光照透稀薄的层云，洒入了上面没有烛火的黑暗房间。达尼兹站在床边一动不动，就像遭遇了美杜莎的凝视或石化类型的非凡能力。他牙关止不住的作响，双腿微不可见却又难以遏制的站立着，脑海里回荡的尽是那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高居一切之上的模糊身影和颂我之名应在心中的低沉威严之声。这真的会有回应，真的会有回应。达尼兹嘴唇翕动，无声自语，只觉自己的小腿肚已明显发软。他还是第一次遇见祈祷获得回应的情况，这让他吓得差点灵魂离体。虽然他早就知道愚者是一位未知的存在，是格尔曼斯帕罗背后那个隐秘组织信奉的对象，并且因为自己诵念过对方的尊名，已经有了联系，一旦有不崇敬或背叛的举止，立刻就会莫名其妙的暴毙。但这些理解都源于冰山中将艾德文纳教导的知识，他实际并未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想过一位未知的存在会回应自己。当雾气、身影和声音突然出现于他眼前耳畔时，他才第一次知道真的会有伟大存在直接回应信徒这种事情。是的，达尼兹已不知不觉在心里将未知存在改成了伟大存在。震惊骇然的感觉稍有平复，他连忙做起了深呼吸，然后试图来回踱步，化解内心残余的惊恐。可是他刚迈出右脚，就发现自己真的已经腿软，只能顺势倒向床边，勉强转身坐下。是真的伟大存在，是真的。达尼兹喃喃低语，清晰认识到自己真的摊上大事了。他在书中世界的时候，由于仅是诵念了尊名，并未发现别的异常，所以只因了解后果会怎样而恐惧。现在他面对的则是终于呈现出轮廓的隐藏危险，以及更多更无法看清楚的未知，这让他如何不陷入极端的害怕里无法自拔。不知过了多久，达尼兹吐了口气，在心里安慰自己道：这不一定是坏事，至少格尔曼斯帕罗不仅活着，还活得很好。想到这里，他强行笑了笑，无声说道：我以后也是隐秘组织的一员，是有伟大存在庇佑的人了。思绪转动间，达尼兹决定以后早上起床也要做一次祷告。他相信没有哪位存在是不喜欢信徒虔诚的，当然他会谨记神谕，平常祷告只在心里。第二天上午，消耗不小的克莱恩睡到了自然醒，他慢慢悠悠起床，看见窗外天空青碧，地面湿漉，房屋残留水渍，整个世界仿佛被水洗了一遍，异常清新，但凌乱的树叶、断折的枝条，各种各样的垃圾又说明昨晚并不平静。洗漱完毕，克莱恩顶着张普普通通的鲁恩脸孔，要了杯源于西米姆岛的咕噜树树枝和一份相对早餐来说较为浓重的特亚提瓦，以弥补昨晚的消耗。喝着味道类同加糖加奶柠檬水的饮料，
吃着鲜美奇香并有水果甘甜微酸感的鱼羊混杂之肉，克莱恩惬意地拿起旅馆提供的几份报纸，从苏尼亚早报新闻报开始，一版一版浏览。早餐的尾声，他翻开最后那份颇受冒险家们欢迎的奇闻报，看见了一条醒目的报道：暴风雨里的血腥内讧。据有效消息源称，昨天深夜，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的单眼骷髅号上，海盗们发生了激烈的内讧，处死了风船长，残杀了彼此，似乎无人幸存。这一切的罪恶被恐怖的风暴遮掩，无人知道真相，甚至直到单眼骷髅号飘至西米姆码头附近，事情才被发现。报道下方有附送一张不算清晰的照片，这似乎源于码头位置的偷拍。照片上，单眼骷髅号特征分明，一眼就能被认出，它受损严重，处处焦黑，只有一根桅杆还算完好，但终端位置有钉着一位戴三角帽的人影，是康纳斯维克托，他就这样死了。克莱恩瞳孔微缩，凝重想到，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昨晚船上有一位半神，他见风船长已经被人盯上，或者被海王追的只能顾及自身，带不走康纳斯，所以果断灭口，毁掉了所有证据。原本还打算继续追踪风船长的克莱恩一阵低落，发现线索虽然还未完全中断，但也没剩下多少。他目前唯一掌握的情况是，那位半神大概率属于黑皇帝途径。以昨晚暴风雨的烈度，单眼骷髅号应该是海王亚恩考特曼送到码头的，以便做后续的调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额外的收获？可以让倒吊人先生在风暴教会内部打听一下，这不用转达，下午就是塔罗会，世界直接提出委托就行了。克莱恩迅速有了想法，将最后一点咕噜树枝一口喝掉，然后他返回房间，准备取出在灰雾之上放了很久的那台无线电收报机，以联络魔镜阿罗德斯，看他是否知道鬼法师魔药配方的其他线索。离开奥拉维以东海域，也就是之前被极光会半神盯上的地方后，克莱恩已改于使用有灰雾气息的东西，但是他很清楚不能太过频繁，每次也不能维持太久，否则有被真实造物主捕捉到的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和对魔镜阿罗德斯的戒备之心，他打算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能请教他人的都请教他人，实在没有办法才玩问答游戏。反抗军司港，幽兰复仇者号停靠入内，阿尔杰打算在返回帕苏岛前，最后做一次补给，吩咐好船员们要采购哪些物品。他换上土著风格的衣物，一路进入拜亚姆，绕了几圈，来到海浪教堂，准备向教区主教乔戈里汇报最近做的事情。虽然他这次返回是去帕苏岛向教会高层述职，但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目前的顶头上司是谁，知道该做的姿态必须做足，不能让对方产生手下要绕过他，和上面直接建立联系的感觉。乔戈里精神依旧矍铄，对阿尔杰主动的汇报非常满意。听完之后，语速颇快的说道：这次是正常述职，你不用担心什么，我已经告知考特曼阁下，你对主虔诚，对教会忠诚，是最值得信赖的船长之一，而考特曼阁下会转告枢机会议的。他顿了顿，没给阿尔杰说话的空间，继续讲道：另外还有个任务，调查与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有密切联系的那些人，这是考特曼阁下直接交代的任务，你必须重视调查风船长有关的人。阿尔杰略感疑惑，但没有询问，直接握右拳击左胸道：是，乔戈里阁下。头发花白的乔戈里点了点头，想了2秒，转而问道：你认识格尔曼斯帕罗吗？这个问题如同晴天霹雳，听得阿尔杰瞳孔暗缩，险些当场失控。还好他心理素质极佳，勉强维持住了正常的状态。听过，他最近名声很响，不仅狩猎了巧言者米索尔，重伤了特雷茜，而且还登上了加德利亚的未来号。阿尔杰用絮叨的话语掩饰着内心的波动。乔戈里嗯了一声道：你在海上，消息有些滞后啊。格尔曼斯帕罗上周在托斯卡特击杀了吉尔西艾斯，领取了赏金。呵，那个海盗果然是恶魔，序列5的恶魔吉尔西艾斯，阿加里图的二父。阿尔杰情绪非常真实的反问道。他知道吉尔西艾斯疑似序列5，但不清楚对方属于恶魔途径，而序列5和恶魔两者相加，就意味着强大，意味着难以为杀。也就是说，格尔曼斯帕罗很可能是在突然遭遇的情况下击杀吉尔西艾斯的，这代表格尔曼斯帕罗在序列5里已经站在了顶层。
如果不是他还在求购序列4的魔药配方，我都怀疑他成为半神了。阿尔杰内心一点也不平静的想到，他愕然发觉，也就1周的时间，世界弄到了序列5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和主材料，杀了为序列5的恶魔，而且很可能已经到手序列6公证人的魔药配方。这是怎么做到的？阿尔杰发现自己竟有点害怕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了。当然，他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因为他清楚世界是愚者先生的卷者代表，而愚者先生的卷者很显然不可能只有一个。如果一位负责公证人魔药配方，一位负责海洋歌者相关，那格尔曼斯帕罗也就只是击杀了吉尔西艾斯而已。虽然这也同样让人畏惧，但至少不会显得像在编故事。乔戈里郑重点头道：对。阿加里图没有做出反应，这说明了一些问题。你注意搜集格尔曼斯帕罗的情报。好的。乔戈里阁下阿尔杰恭敬行礼的同时，已决定这个任务尽量糊弄。旅馆内，克莱恩将无线电收报机摆到了桌上。没过多久，哒哒哒的声音就急促的响了起来。